被痛斥后，日本居然还有点得意，就说只有导弹才能让日本冷静，中国不能心存侥幸，日本可能真会介入台海。各位好，我是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。日本军事化步伐加快，遭到了俄罗斯的痛斥，并用强硬反击来警告日本。结果，日本不仅没有感到紧张，反倒有点洋洋得意。麻生太郎表示，俄罗斯对日本的警告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好事，因为这也证明日本军事化是对的。日本对俄罗斯的威慑力正在提高，俄罗斯越来越没有办法与日本开战。而日本被痛斥了，还很得意的嘴脸，就说只有导弹才能让日本冷静。俄罗斯也确实该有所回应。俄罗斯专家强调，必须回应美国和日本不断强化军事同盟，必须回应日本正在推动的军事化行为，因为这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了威胁，尤其是在日本将南千岛群岛当成目标，而美国又在这一问题上支持日本的情况下，俄罗斯的担心是对的。日本就是美国拴在亚太的一只斗犬，在军事化的过程中，日本也在不断对俄罗斯施牙咧嘴，但是要强硬回应日本军事化了，绝对不止俄罗斯一个。在日本军事化的问题上，中国也不能心存侥幸，以为看看热闹就好。安倍晋三的3个有事，就像是给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定下来一个基调一样。日本政客不仅以此拿台湾和日本说事，日本还在加强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。如果说这仅仅是为了战略防御，可是打着先发制人的幌子，开始大步谋求进攻能力的日本，那么就不再是防范所谓的台湾有事。日本开始主张有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，并大幅提高导弹射程，寻求购买美国战斧巡弋导弹。这样子的动作，结合日本在石垣岛扩建导弹基地，追加部署导弹部队，又要在更靠近台湾的与那国岛部署地空导弹，甚至日本还打算把马毛岛打造成一座不成航母的行动来看，这哪是要防范什么台湾有事对日本的冲击？这明显是要先发制人地，为介入台海提前预做准备。我们也别说日本不敢，从根本上对历史罪行没什么忏悔之心，对于专守防卫限制还一副受害者模样的日本，有什么事是干不出来的？更何况现在试图介入台海的可不只有日本，美国对台海更是虎视眈眈。你能指望台海局势有变？中国要完成历史性的统一，从此没有任何弱点的时候，美国人在一旁无动于衷，想都不要去想。美国现在加深与民进党当局的勾连，通过持续对民进党当局施压，将触手伸向台湾行政部门和军队，就是想要在台海局势有变时预做准备。美国知道无法阻止中国完成统一，但是也不想让中国统一的太轻松，至少不能让大陆在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接管台湾。而美国都在这么做了，无论是配合美国，还是给美国当打手，日本真的有可能会实质性的介入台海。所以说大陆做好了准备，命中台湾东部和北部海域的东风导弹，证明了解放军将美国和日本挡在台海之外的能力。但是对于意图越来越明显的日本，解放军该有所动作，譬如在台湾周边展开军事演习的时候，联合俄罗斯的舰队和战机，同一时刻穿越一下日本的青津海峡，展示一下打击日本本土的能力。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